Hello，大家好，我是海狸，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理想世界。然后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透过兼差的方式，有办法替自己增加额外收入的一些模式。那我知道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或者是其实之前啦，很多朋友呢其实都在找兼差的机会。可能你希望有一些额外的出国旅游的机会，就买一些3C 用品了，会希望自己的生活品质能够再好一点。所以呢，也希望在下班之后的这个空闲时间呢，假设不是拿来做一些自我成长的话，是不是可以帮自己增加一点额外的收入？就有很多人呢都在找这样子的机会。那今天这支影片呢，就要来帮大家分析一下这一些热门的兼差机会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哪些利与弊，哪一个比较合适你呢？如果你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的话，记得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哦。首先呢，我们就从最近最热门的外送产业 Foodpanda 跟 Uber Eats 开始分析起好了。其实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网友呢，也都有在网上分享他们做这两个行业呢，他们会有哪些收入。那我记得呢，我之前就看到了这个有2个影片呢，一个是做 Uber Eats， 一个是做 Foodpanda。大概呢，假设一天跑10个小时的话，也能赚到1000多块钱，一个月呢可能可以有5-6万块的进账。但是其实工时很长哦，就是有10个小时都在机车上，就是日晒雨淋，我自己觉得也是蛮辛苦的。但是它已经算是就是比起 Uber 来，已经算是门槛比较低的一种额外兼差的模式，因为毕竟 Uber 的话你还有一台自己的车嘛。我自己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它收入还不错，得到的方式很及时，然后也很简单，我觉得这是它的优势。但是我觉得它的缺点呢，比较没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些自我成长的机会跟空间，等于是说它算是一个比较单纯用时间跟体力去换收入的一种模式。假设你除了拿到收入之外呢，你还希望就是过几年你自己能够有一些成长，你的每一个小时时段的这个身价能够不一样的话，我想它可能不会是你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假设你只是想要立即拿到钱的话，那它是最快最容易的方式了，申请又方便。第二个呢，大家很喜欢做的这个兼差呢，就是 Uber。那 Uber 的话，就其实跟 Uber Eats 有点像，门槛是稍微高一点，因为你需要有一台自己的车。不仅仅只是这样子，因为台湾法律改变的关系呢，还要申请计程车司机的执照。以前是不用，就自己的小客车只要能够就是申请就可以了。现在是要考牌照，所以我觉得变得很复杂，然后相对来说也比较困难。那以前的话呢 Uber 都固定抽25%嘛，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必须要申请计程车的这个牌照，就变成要靠行一个车行，所以车行好像又要再拿5%到7%，所以他们的利润就变得更薄了。我是不知道就是其他县市怎么样，不过听说台北市的这个计程车的这个执照因为很多，所以很不好拿。因为我每天大概都会做好几次 Uber， 然后有时候都会跟司机聊天，所以我大概晓得说他们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Uber 的话呢，我在网上看到网友呢，就是说如果你一天呢，就是愿意开9个小时、10个小时的话呢，一个月呢大概可以拿到差不多也是6万多块钱的收入吧，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好一些。也许我等一下坐车的时候应该确认一下哦。所以我觉得它的属性其实跟 Uber Eats 的这个属性是很像的，就是一样是用你的时段然后去换取收入。但是我觉得它的好处是不用日晒雨淋，你在车上的时候呢，也许你比较有上进心的话，可以听一些学习的音档，不过你的乘客想听吗？反正呢大致上是这2个这样。然后第3种呢，就是门槛要稍微更高一点了，就是 Airbnb。你家里必须要有一个你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你家里还有空房间，然后这个空房间呢就是你可以整理好，然后出租给需要一个住宿环境的一些人。那好处呢是你可以跟这些人交朋友，多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我觉得缺点就是门槛太高了。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是透过租房然后做2房东，就有一些比较大的风险了，比如说像现在疫情的这个情况，对不对？可是你跟房东已经打了比如说1年的契约，或者你租了很多间的房间，那你这时候就没有收入，然后会有一些亏损，所以就是这也是风险之一。那以上3种呢是大家很常见的一些额外增加收入的方式。那还有第4种呢，最近非常非常的火红，它叫做联盟行销。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呢知道这个联盟行销这个名词。那联盟行销这个名词呢，最早它的英文是 affiliate marketing， 最早是从美国那边来的。他们可能在一些像 Amazon 那样子的这个商品，假设是这只手机好了，它会产生一个连结给你，你自己做一些内容，有可能是YouTube
YouTube 或者是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然后你就分享这个东西，然后把这链接放在下面。很多人可能是卖书的，像博客来是一个平台，那可能透过这个平台给你的分润，要看你的数量。那假如是很普通的几百个这种数量的话，可能都是4%、5%是比较常见的。如果你想要这个分润高一点，可能要卖一些非实体的东西，比如说课程啦，或者是说你自己代理的这个商品，这个是联盟行销的做法。联盟行销的好处呢，就是说你就可以做一个真正的数位游牧民族，你不管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工作，然后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地点，反正你只要产生内容就可以了。那它的坏处就是门槛相对我觉得比起前面几种又更高了，因为它需要你花脑子去思考，然后还需要你去测试，还需要时间去积累，还有非常需要你有高度的自控力。假设你做这种 freelancer 自由工作者的话，你每天连自己几点起床，然后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都没有办法自我控制的话，那可能你也不是很适合做这种自由工作，因为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没有收入了，因为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靠你自己。它的好处是非常有弹性，非常自由，而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累积自己的影响力，然后你也可以有一些学习跟成长。那坏处呢，就是如同刚刚讲的，就是门槛比较高，而且你得自己想办法学习，可能没有人教你怎么做，所以你可能得花高额的金额去学习，或者是在网上搜寻一些散乱的资讯，然后自己尝试。这些都是就是联盟行销的优势与劣势。假设呢以上呢你都觉得不是你喜欢的选项呢，还有另外一个选项，这个选项呢就是可以做跟我一样的工作。那我自己呢是一个直销行业的从事者，我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呢有10几年的时间。前面几个领域呢，我不敢说我非常的了解或者太专精，可是在直销行业里面呢，我还算得上是一个专家，因为毕竟我曾经有10多年的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行业里面。那我最努力的时候呢，曾经一天常常都工作15、16个小时，然后累积很多年的时间，也是非常的认真。那我选择的公司是 New Skin 公司，那我在 New Skin 公司呢也拿到了最高的头衔，拿到了一个我自己觉得还算蛮满意的收入。这个行业呢跟联盟行销有一点点像的地方是什么呢？在于它的自由度，可以决定你自己什么时候工作或者是不工作，但是它的坏处同样也是就是你没有底薪，所以你得靠你自己。但是它比起联盟行销有一个再好一点的地方是，通常你会有一个可以靠行的团队，然后他们会有固定的培训，所以你会比较有系统去学习你应该具备的技能。然后另外一个点是说，就是你有老师可以询问，就是比如说你做的时候你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因为团队的话呢，通常可以起到一个约束的效用。虽然你一个人呢可能没有办法这么规律的起床，这么规律的做某些事，可是透过团队的聚会，你看到有些人总是很努力，看到有一些人总是很愿意付出，你也会让自己就是再多一点点动力。也就是说，在你努力的路上，至少还是有人可以陪伴的。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做联盟行销，他可能有一个老师，不过通常这个老师肯定是你付费的咯。但是在我们这样的行业里面呢，我教别人做的话，我通常不是跟他收费嘛，对不对？因为在制度上面呢，他所产生的业绩呢，我大概都能够拿到一个比例的提成，这个是公司拨给我的，所以我不直接从我的学生身上就是收取这些费用。我觉得分析下来呢，主要是这些差异。哦，对了，联盟行销呢跟直销一样，他们都同样有一个好处，比起代购的话，就是比如说或者是微商，你可能得从国外进货，买东西然后囤了一大堆货，对不对？那别人跟你买之后，你还要包货寄货去邮局送。如果是联盟行销的话，你完全不需要，因为它就是直接跟平台买，平台送到他家之后你就得到了分润。那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相似的，你帮这个人上网订购之后呢，就是公司帮你出货直接送到他家，就是你有你的这个合理的提成。当然直销的话，我觉得跟联盟行销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说我们比较可以有很多不同发展的定位。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就是我只是想卖东西，而且我还只是想偶尔卖一下，反正我愿意做什么我就拿多少钱。那还有一种就是你愿意扛一些基本的营业额，那如果你能够承诺你每个月愿意扛这基本营业额以上呢，当然你的提成就会更高一些。但我们还有第三种，如果你在直销这个行业呢，你还愿意做到教授别人或者说管理一个团队这样的角色的话，那其实你的发展性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那甚至呢，我觉得除了自己可以学到很多领导统御或者是管理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还有实作上能够有一些学习。以 New Skin 来讲的话，你还可以遇到来自世界各国的精
精英。那每一年呢，公司都会固定有一些这一批就是顶尖领导人的聚会，如果你能够跻身在这些顶尖领导人聚会里面呢，你就可以跟很多优秀的领导人切磋，而他们可能是原本来自于不同的各行各业。我觉得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除了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之外呢，还可以累积自己在很多不同地方的人脉，所以你认识的人就会变得很多，要找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快，非常非常容易。因为今天这支影片呢已经非常长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开展下去，所以呢我觉得大约让大家知道这样子就好。那我觉得在这一些兼差的工作里面呢，我会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更好的发展性。如果你有更大的野心，不希望仅仅只是这样子的时候，它有更好的承载空间，还有非常多的不同的交流的机会。是我觉得每一种选择它没有对错，或是没有好坏，只有就是你想要什么，然后它适不适合你自己。我觉得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爱，然后就自己的现在的情况，然后去做分析，看看现阶段呢什么样子的方式呢是一个最适合你增加收入的模式。今天这支影片呢大概就跟大家介绍这些讯息，然后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把每一个部分呢做更深入的讨论，我们只能够大略的去介绍这些不同的方式。那大家如果对于这一些深度的讨论呢有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这样我们可以在之后呢为大家做更深度的这个分析跟探讨。如果呢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呢，可以帮我按赞留言，然后如果我有说的不清楚的地方呢，就是你也可以就是把你知道的东西跟我交流，就非常欢迎大家。那有一些疑问呢，你也可以在留言下方就是提出来，我会尽可能的帮大家回复。谢谢大家，拜拜。